最早是先从那个人体彩绘开始，对，然后画了一段时间嘛。那其实主要是因为一些朋友鼓励啊，他会说：“哎，你那个彩绘画得很像真的刺青。”那时候我们也是有跟一些电视台配合，帮他们画一些比如说里面一些反派的角色，对，所以他们觉得说你既然画得那么像，你为什么不直接去做刺青？其实思考蛮久的。那后来就是这样子，一直朋友一直鼓励啊。然后来想一想，或许可以试。以前的那个状况就是纹眉机比较好入手，不像现在资讯这么的普遍。然后慢慢的就开始帮人家刺青了。那后来才拜入我师父的门下，对，因为想要让自己的技艺更往上提升嘛。那其实我没有固定说一定是看哪一位师父，因为我觉得不管是哪一种他的派系，都有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。我学的最多的其实不是国外那些师傅。是我自己的师傅，对，而且最基本的，我觉得学到最多的不是纹身的技法，而是从我师傅身上学到一些为人处事的道理。后来你会发现，你不管学什么技术啊，是这个人的品德很重要。金钱是没有了，因为都很安全。有趣是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女生哦，她是刺在背后这个部位。然后吃到一半的时候，他已经受不了了，因为每个人耐痛度不一样，对。然后吃到他都已经哭了，已经哭了。那当然，我们坦白讲，你男生看到女生哭，你当然会心疼嘛，对啊。那我就问他说：“小姐，那要不要下次再来继续啊？”可那小姐边流眼泪边跟我讲说：“不要。”我为什么？他说还没刺完，所以爱漂亮的力量是很恐怖的。是吗？其实有关美术这方面。素描是基本的。那如果说你本身对画画有一个基本的技巧的话，要学习纹身会比较容易上手。因为像我们在刺青很多地方用到的技巧，其实跟素描是一样的。对，只是说把你的笔换成是机器，然后把那张纸换成是人的皮肤，就这样。其实不会，因为现在纹身现在已经跟以前不一样，现在很流行。对了。大家普遍把它当作艺术嘛，那有一些纹身师傅的作品，可能就是比较偏向于插画，还是说比较动漫的都有，所以并不是像一般刻板印象说好像一定都是刺龙刺凤啊，其实不是这样，对，都有的。那我们应该是要去针对我们喜欢的风格去挑选师傅，对啊，你总不可能叫一个刺龙刺凤的帮你刺可爱的动物啊。其实那个位置，我觉得不是很特别，但是在台湾的话就比较少。我曾经有一个客人，他是刺在他头皮的正上方，对，那她是一个女生，一个很漂亮的女生。她为了要刺在上面，她把头发都剃掉了，对。但是那是因为她本身对宗教的信仰的问题，所以她在上面刺了一个跟宗教有关系的图案。我觉得很特别啊，但是我觉得最特别是它的意义啊。不然在国外其实刺头皮的很多，对，一般我认为是在太阳晒不到的地方，比如说我们的手背内侧啦，还是说我们的肋骨的部分，还有包括胳肢窝，其实我觉得都是很痛的地方。不过我希望有些朋友在刺青的时候不要把疼痛列入第一的考量，因为刺上去就是一辈子了。如果真的很喜欢的话，应该再怎么痛都是可以接受的。确实有客人有过这种要求，但是事实上我没有做过这样子的事情，因为我觉得刺上去就是一辈子，那我不想让客人去冒这个风险。本来就是应该有设计啊。其实纹身比赛，一般人来讲就是说，就像你们讲的外行人，其实他们就是整体看起来顺不顺眼、漂不漂亮。那如果说今天评比的话，他的要求就不只是这些，比如说它的整体的结构。还是说它的构图，然后包括它的打雾的那个绵密度，都是我们列入考量评分的标准之一。那其实我觉得，并不是说今天比赛得了奖，那个作品就是好的作品，因为毕竟评审就是有那几个。应该是说让大部分的人能接受的作品，才是好的作品。不用太执着比赛。你必须本身要很有耐性，然后很喜欢这门艺术，
因为这种技术性的东西，它不是一触可及嘛。像我店里来讲的话，可能就必须要在店里画图先画个2年，2年以后你才会去接触到真正的纹身机。那如果说今天有人愿意这样子画了2年的图，然后再来学刺青，其实我们很乐意去传承。这样，一般我们是建议在成年之后再来做这个纹身的动作，因为毕竟年纪太轻的话，可能很多时候你的想法欠缺周全。对，那男生的话，我是比较建议说在当兵退伍之后，因为那个时候可能以我们来讲，可能那个时候你的体型才算是真正的定型。那确实在有些地方纹身或许会跟着你的体型会有一些轻微的变化，对。但是主要还是要以一个成熟的思想的状况下来刺青会比较好。那像有的人会觉得说，好像刺龙啊，还是说刺一些神佛，然后可能比如说会觉得，背不起啦，还是说能不能开眼啊，有这种问题。以我的认知来讲的话，其实这些不管是龙还是神佛，对我来讲，它只是一个形态的表现，它并不代表说它就是那尊神明或者是怎么样。因为像很多客人会说，那如果说我纹了神明，是不是要先去庙里啊，怎么样的？我会觉得，如果说你有这个信仰，那你真的是可能必须要去问一下神明。那但是对我来讲，它就是一个图案，对，一个很漂亮的图案啊。就像现在很多流行那种泰国的一些咒语的刺青啊，我觉得那个是从好像从安切丽娜那个5条经开始吧。对，那当然有一些客人会要求我们做类似的图案，那基本上其实你只要有图，让纹身师他一定都有办法帮你做，但只是说人家说的那个法力，我没有宗教信仰，那我并不对这个保持怀疑，因为每个人有他的信仰，只是说看你自己的心态。就像一开始讲的，你如果说今天真的很信这个东西，那你就去找真正的那些法师还是师傅来做这个动作。那如果找我们做的话，可能就只有形式上是一样的东西。其实一般在国外的刺青来讲啊，一般人只要讲到东方的纹身，第一个就想到日本。那当然我想那是因为一开始受他们的那个黑道的文化影响很大。那慢慢的，其实在这几年，像我们很多台湾的一些师傅、一些好朋友，他们去国外参展，在各个奖项都拿下了很好的成绩。那慢慢的，经过他们这样子努力，很多人已经知道说，我们台湾的纹身的技术已经有到一个国际的水平。其实，在另外一个方面来讲，其实我们甚至到一些国家是他们不太知道台湾这个国家的，对。但是因为纹身，他们了解了原来是有这个国家。基隆我们录基隆美食单元公司真的是对我们太好了，又是来到了基隆夜市。今天听说我们要吃4个美食是吧？哪里怪怪的？